今朝一早，我哋去完睡魔之家，跟住仲行埋公司，食埋午飯。下晝，我哋就返酒店攞車，揸車去山內遠山遺跡。清心嘅酒店，好多都有自己嘅停車場。訂酒店嘅時候，要睇清楚，包唔包泊車費。好似今次我哋訂呢間酒店，雖然都幾便宜，但係佢就唔係免費泊車。不過我泊咗2日，都只係100幾港元，都唔算好貴。日本嘅停車場多數都係要搭 lift 嘅，所以記得要預多啲時間攞車。原本見到今日落雨，我哋都諗住唔去呢個景點，但係食完嘢又見冇落雨，加上景點嘅距離都好近我哋酒店，所以最後都決定過嚟。好快就嚟到呢個景點，喺展館對面就有一個免費停車場，所以可以入去慢慢觀賞入面嘅古蹟同展品。有時間。撳機買飛呢個展館嘅入場費都好便宜，只係需要400日元，即是大約20港元，就已經可以觀賞外面嘅古蹟同埋博物館入面嘅展品。最特別之處，佢仲可以用香港嘅支付寶喺售賣機度自己買票，非常之方便。係咪啲事冇得車出邊睇為止？即係都係啲歷史博物館啊！山內遠山遺跡係日本最大規模嘅村落遺跡，距今為約4000至5500年。在1992年挖掘中，挖掘出大量嘅高架式建築遺跡、納月式居住遺跡，以及需要高加工技術嘅漆器、翡翠等。冇啦，遺址嚟㗎嘛。清心縣嘅山內遠山遺跡、秋田縣嘅特別歷史遺跡、大湯環狀列石等，由北海道至北東北流傳咗好多醒民文化遺跡。日本政府認為呢啲以北海道及北東北為中心嘅醒民遺跡群非常重要，所以決定將佢哋保留並錄為國家特別歷史遺跡，讓醒民遺跡群成為世界遺產。山內遠山遺跡係一處以定居發展其後半為中心嘅大規模據點村落遺跡，係顯示出內灣地區嘅維生方式、大規模據點村落與祭祀儀式多樣性嘅重要遺跡。咩？戶外遺跡區復原咗多個當時嘅小型月住居，月住居嘅建築構造類似茅草屋，係外觀上相當吸引。景都幾靚。村落旅遊計劃咁設置咗樹穴式建築、掘立柱式建築、成排嘅土坑墓、埋設土器、填土、儲藏穴、道路、大型建築等。你唔入呢間啊？咁係個面，頭先條片有冇講喎？小型月住居係醒民時期主要嘅居住場所，呢度嘅房屋都可以入內參觀，但因為入口處較為低矮，所以入去嘅時候要小心頭部被碰撞。
有旅遊車嚟。大型堅乙建築啊！樹定堅啊？唔係好似個堅字咁啊，其他樹字啊。煙燻味，係咪啲木嘅問題咧？三內院山遺跡裏面最大嘅乙住居，長度超過30公尺，佔地十分廣大。佢哋同小型乙住居一樣，門口嘅建造相當特別，但內部空間就大好多。喺當時，大型乙住居主要用作共同作業所、共同住宅同埋集會所，而唔係一般人住嘅。根本就係個墳場嚟，但係咁樣整法真係咩都睇唔到。除咗雪月建築之外，你仲可以喺呢度睇到整排嘅高腳屋。因高腳屋離地面有段距離，能夠通風防潮，令糧食唔會變壞。主要係用嚟保管穀物嘅倉庫，佢叫做掘立柱式茅屋。哇！呢個大型建築啊！呢個大型掘立柱式高台，柱子直徑非常闊，外形非常獨特。由下面望上去，可以感受到大型掘立柱式高台非常壯觀。據專家推測，古時可能係用作觀星台或者瞭望台之用。嚟到呢個好似飛碟形嘅展館，見到好多個好大嘅窿，睇極都唔明佢展覽啲乜嘢，我就估佢可能係一啲墓穴，或者係一啲水井。門口好大。去返入口，見到有個牌介紹，原來佢就係大型掘立柱式高台嘅地基。收你20蚊。最近啦。原來嗰隻我哋行完啦，一嚟就開啦。離開三內院山遺跡外面嘅展館，我哋就去位於三內院山遺跡旁展示出土物嘅醒民豉油館。咩展館？呢度有大量嘅出土文物，包括有土器、石器，以及顯示出飲食生活同環境狀態嘅各種魚骨、動物骨、栗子、核桃等，證明咗當時嘅村民整年都能夠有效咁利用自然資源嘅事實。此外，仲有木製品、骨骼器、偏康、漆製品等有機質遺物，以及翡翠、遠方生產嘅黑曜石、瀝青等交易品喺呢度出土。
個展覽廳擺設咗好多1比1嘅人體擺設，充分表現咗當時村民嘅生活模式。醒民時代初期至中期，函館周邊嘅陶器盛行，開創咗陶器嘅新時代。呢種分佈從北海道南部逐漸擴展到北海道中部同東北部，喺本州又擴展到以青森縣為中心嘅秋田同岩手縣。由於陶器嘅基本形狀為圓筒形，最初稱為圓筒陶，並根據遺址特徵、器物年代、分佈地區稱為圓筒陶文化。呢度仲有一個製作醒民時代裝飾物嘅體驗教室，你可以喺度學習製作一啲當時醒民佩戴嘅飾物。嚟到展館嘅出口，梗係例牌有嘢買啦。當然，青森蘋果汁一定唔少得。或者一個咖啡機。我直接飲佢。睇啲 cream 都幾好食。睇完片，記得點讚、分享同訂閱是乃康抗，有你嘅支持就係我嘅動力來源，多謝。